這個熊孩子是真牛逼，在你12歲玩泥巴的時候，人家已經玩上真槍實彈了。老警們虽然见多识廣，但面對一個持槍少年，多少還是有些不知所措。鬼知道熊孩子會不會突然開槍呢？最後在鄰居老黑苦口婆心的勸說下，熊孩子總算逐漸穩定了下來。芝加哥警署之所以會找上這小子，因為他10分鐘前就是用這把槍親手幹掉了和自己一起玩耍的小夥伴，而且警方還在他的書包裡發現了大量毒品。不得不說，這孩子的心態是真的好。審訊時，他竟然主動承認自己誤殺了好朋友，又將毒品的事情大包大攬。但是個人都知道，手槍和毒品不可能是一個熊孩子的，就連鄰居老黑都看不下去了。你小子这個時候逞什麼呢？替別人背黑鍋可是會進少管所的呀。如果單單只是過失殺人的話，他這個年紀完全不會被判刑。可熊孩子就像是吃了秤砣一樣，任憑誰說都不好使。警長漢克覺得熊孩子是在保護一個對他極為重要的人。果然，經過一番調查才知道，熊孩子有一個不爭氣的爹，之前因為販毒被判入獄12年，前段時間剛好出獄，但父子倆似乎並沒有什麼交集。男孩一直與母親生活，可小黑覺得男人絕對有問題，那把他抓回來問問清楚不就行了嗎？雖然人是找到了，但他卻一點也不配合。見到警察就好像見了鬼一樣，而且動起手來很有一套，將老警揍得毫無還手之力。小黑也被堵在門後，沒有任何辦法，只能眼睜睜看着男人消失在了視線當中。這下就坐實了是熊孩子在替親爹隱瞞罪行。隨後警方通過嫌犯的手機定位找到了他，但裡面卻出現了一個不速之客，他就是熊孩子的鄰居，也是小黑的老爸。他竟然與嫌犯聊得甚歡，小黑完全被老黑的迷之操作整無語了。忽然嫌犯覺得老黑很反常，他馬上就意識到了問題。嫌犯試圖脅迫老黑逃跑，但警方早就將他圍堵得水泄不通。突然老黑一個回手掏巧妙脫身，但自己卻被刀劃傷。當然了，小黑看到老爸險些送命，那火氣一下就竄上來了。明明卸掉嫌犯手上的刀就能將人銬走，但小黑哪會這麼便宜他？借着這個機會好好出了口惡氣。漢克也只是看看，並沒有制止，畢竟在他手底下的警員沒一個是善茬。時間又過去了幾分鐘，等小黑將怒氣發洩完，漢克才將抓捕情況上報給了總部。另外，小黑急需問清楚老爸為什麼要接近嫌犯。原來老黑覺得鄰居家的熊孩子是被冤枉的，他急着為男孩證明清白，於是通過道上朋友的牽線搭橋接觸到了嫌犯，想親手從他那裡弄點毒品，只要交易完成就能將他的罪名徹底坐實了。可他怎麼也沒有想到小黑的突然出現，這下好了，雖然人是抓到了，但只能告他襲警和威脅他人安全。熊孩子持槍殺人和藏毒的事情還是沒有辦法與他關聯到一起。漢克本想用親情來感化他，咱就說虎毒還不食子呢，但你絕對猜不到這哥們是咋回答的。他竟然甘願讓12歲的兒子去替自己坐牢，這他媽的簡直是個人渣呀！眼下只有一個辦法能將他繩之以法，那就是讓熊孩子開口承認槍和毒品是他老爸藏的。於是小黑思前想後，最終將剛剛審訊時的視頻拿給了男孩看。熊孩子親眼看到老爸將自己拋棄，撕心裂肺的感覺湧上心頭，明明還想犧牲自己成全老爸，看來是他一廂情願了呀。If I tell you the truth, will you stop it? 最終熊孩子說出了老爸藏槍藏毒的地方，接下來警署只需要隨便找幾個買家過來認人，就能將嫌犯判個无期。而熊孩子沒有故意傷害他人的企圖，最終會被無罪釋放。關注巨石，明天接着講。